把你的购物车拿捏得死死的。本节目由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站一程水一程，订酒店就同城。感谢藏在微信支付里的同程旅行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美味的创造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首席特约赞助播出。帮帮帮，网课上作业帮。本节目由作业帮直播课特约赞助播出。贝壳 VR 真是好，躺着就能把房找。本节目由特别合作伙伴全是 VR 真房源的贝壳找房赞助播出。OK， 我已经听懂了，女神组是傅首尔那组是吗？对。努力、谦虚、感恩，为了梦想不断奋斗。你的酒窝没有酒，我却醉得像条。你们都有高品位，可是那有什么所谓？开心万岁！谢谢。你是哪一位门神那条通道的？哦，我是女神傅首尔。导演组，我提一个要求，就导师团希望见一下门神傅首尔。看场叫你来睡一趟。我去主现场干什么？马老师现场 Q。为啥 Q 我呀？怎么了？只 Q 我呀？小心。Q 我干嘛呀？他说你去看看傅首尔在干嘛？我在工作呀。我心想大事不妙，我其实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好吧，来下一位选手。来，这位选手，老蒋在那个红点那儿站一下。本来首尔进来，我们是应该站起来起立鼓掌的，但是我决定用一个冷冰冰的脸来对着你。确实挺冷冰的。是。我就知道是让我进来道歉的。我们没有让你道歉，我们只是跟你核对一下，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不是，因为我这边都是这样的。首尔，你觉得我们设立一个门神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挡住他们。你为什么让刚才那位姨娘进入到我们这儿来？你觉得她在哪一点适合《奇葩说》这个节目？不好意思，我觉得你们在里边工作量就是非常轻，然后我们在外面每天都要见这么多，然后我就觉得他就是我想把他弄进来。但是我觉得放他们进来，让你们见识一下人类的丰富多彩是有必要的。走开！首尔，我同意你。你达到你的你们5个没有一个人欣赏姨娘吗？我是单纯的被她的歌声打动。是 Happy Birthday 吗？听了。我恨不得今天过生日。Happy Birthday！ 啊，不好意思。其实是这样，我上午呢在外面一直在当门神，然后中间呢就是确实是很困，然后能够叫醒我的几个人，我都通通放进来了。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各位老师也很也需要被叫醒。醒过来了吧？精神了吧？爽了。好吧，那谢谢首尔，辛苦你，辛苦了，加油，辛苦你，加油，再见，拜拜，你被淘汰了，再见。我不走，拜拜。我其实还是很有自己的标准的。你的标准再说一下。我的标准就是我喜欢。回去看节目吧，当众批评。请让我说话，没有人废话，丢下你的虚荣吧，跟我一起面对吧，你需要我就要勇敢的去爬呀。我们今天会拉得比较紧一点，为什么呢？是这样，昨天一直都放的还比较松，然后呢，首尔姐被叫去骂了。说得好的呢，可以多展示一下自己；说不好的，我就直接摁铃打断了。谢谢你，加油啊！过2年再来。
因为今天人也是特别多，而且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可能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可能就会敲铃。我后来一直很警惕了。是感受到。对，后来我又回想了一下，确实是放了一些不该放的人进去。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是我们以下所有这些赞助商来赞助我们《奇葩说》第7季。首先是把你的购物车拿捏得死死的，每天都爽爽的，感谢不负每一分热爱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奇葩说》第7季，谢谢京东。山一程，水一程，订酒店就同城，感谢藏在微信支付里的同城旅行联合赞助播出。无论梦想多奇葩，一口一口实现它。感谢美味的创造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首席特约赞助播出。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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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网课上作业帮，感谢好成绩有人帮的作业帮直播课特约赞助播出。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这样吗？哇，大家都不怕冷，你看这些腿。我穿了2层羽绒服，你看我这里面还有1层。他们穿的好少呀。大家好，我是小鹿，是一名脱口秀演员，做脱口秀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一直在线下做演出。他把整个剧组他能猜到的工种全都猜完一遍之后，才会特别惊悚的看出，哟，你不会是个演员吧？有认识我的朋友过来跟我聊2句，其他时候我就这么尴尬的站着。有你的粉丝吗？这里没有。我就不是很喜欢社交，我觉得我特别的尴尬，我很难去跟别人主动聊天什么的。今天坐在这儿有点无聊，所以我就拿出了我的小本儿，记了点东西。这个记啥了？比如说，艺人不能怕冷，网红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好可怕。这边多数男孩子都是内八，所有高耸的鼻子都是假的。就正常男生不是经常走路是这个样子吗？对吧？就很东北这样。然后这边男生你感觉都是哈哈这样。加油吧，大不了回家种地嘛啊！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我叫小鹿，是一名脱口秀演员。过去6年呢，一直很少有线上的露出，也没有太多的朋友认识我，也就是一直都没红。我没红这个事情呢，让我妈很焦虑，我妈现在都不让我穿玫红色的衣服了，就说玫红不吉利。我爸也很焦虑啊，我爸现在总想为我做点什么，每天都在家喝女儿红。我之所以想来参加《奇葩说》，是因为我今年也开始有点焦虑了。本来我原来还挺沉稳的一个人啊，因为今年这个脱口秀大会上面呢，红了好几个女性的脱口秀演员。这事儿本来跟我也没有太大关系，但是，现在我每一次演出结束之后啊，总有一些观众跟我说，哎，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斯文的影子，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李雪琴的影子，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杨笠的影子。我是块地板吗？就演员都挺追求自己的独特性的啊，所以对于这种评价，我其实自己是很不喜欢的。但是我们公司老板很喜欢，跟我说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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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身上有他们的影子，说明你能一夜爆火呀。我说老板，其实也有人说我身上有池子的影子。真是，我想来参加《奇葩说》，也是因为《奇葩说》其实是很多脱口秀演员的噩梦啊！很多脱口秀演员来到这里，真的是一垮到底。就很多脱口秀演员都被钉死在《奇葩说》的耻辱柱上。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奇葩说》啊不太适合脱口秀演员，但我觉得这不是《奇葩说》的问题啊，就是这帮脱口秀演员能力有问题。我这次来就是想证明我跟他们不一样。或者跟他们一起被钉死在耻辱柱上。我今年已经29岁了，按照我妈的说法呢，虚岁31了。那到了这个年纪，我发现尤其这2年哈，咱们的媒体上好像对于女人30这个概念特别强调，就感觉女人30好像是一个特别明确的女人的一个标尺哈。我就发现这个社会强加给女人的标尺特别的多，还有什么好女不过100。意思是一个好女，你的体重就不能超过100斤。
那按照这个标准的话，我从初2那年开始，就是个坏女人了，而且是越来越坏，越来越坏。这个初2的某一天，我一上秤一看，哎呀，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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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感觉这就是最近这些年，确实啊，大家都很喜欢把这个30加的女性称为姐姐，这很好。但我发现就是30加的女性，我们能接受别人叫我姐姐，但是绝对不能接受被称为大姐。因为姐姐和大姐确实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啊。你看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是一个女明星选女团的节目，但是如果有一档节目叫做《乘风破浪的大姐》，你就觉得这应该是农业频道一个捕鱼的纪录片。就我这2年啊，就随着年事越来越高，也经常有人叫我陆姐啊，这个称呼我就觉得很残酷啊。男的叫我陆姐，说明从内心出发，他其实是把我当大哥看。还有女孩子叫我陆姐就更过分了，因为女孩子叫我陆姐，说明她内心认定我在婚恋市场上是已经下架了。我甚至成为那种他们可以放心的向我咨询怎么脱单的老前辈。经常有女孩子问我怎样通过风趣幽默的语言可以聊到男神，我说你真的是太年轻太幼稚了啊！如果风趣幽默的语言可以聊到男神的话，我为什么站在台上给别人讲段子？我不是应该在彭于晏的身边，给他讲段子吗？谁在身边还讲段子啊？啊，对，敬业嘛。就是真是啊，现在很多人就确实不是开玩笑，因为男人幽默是很性感的，就男人幽默会就是比较容易吸引到女生。但是我做了6年的喜剧了，我发现女人幽默是消解性感的，从来没有一个男观众看完我的演出之后觉得哇，小鹿好性感，好好笑，不会的。男生看我的演出之后，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哈哈哈，多好的姑娘呀，白瞎了，真的很残酷。所以其实就我觉得啊，好多人就觉得女孩子做喜剧不是因为你的选择，而是因为你没有选择。但我想说他们错了，其实我本人还是有些选择的。比如说我去年去参演了一个偶像剧，演了女一，男主的母亲。男主是一个23岁的小鲜肉，我29岁。我演了他的母亲。我刚去剧组那天，小鲜肉还算比较有热情，上来跟我说：“哎，陆姐，我看过您的演出，请问您来演什么呀？”我说：“我演你妈。”妈。就我以前一直是个特别怂的人，这就是我想分享的观点。我从小就很怂，就是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被人推到那个泥浆里，我都不敢起来反抗，然后就哭着回家不去上学的那种。就我一直不太敢对抗别人的恶意，但是我做喜剧、做脱口秀之后呢，我发现我找到了一种对抗别人的恶意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不是每个人伤害你，你都可以大嘴巴子扇回去，但你可以写个段子骂骂他，就是这样，自己也快乐一点，会有更多的人快乐一点。然后自己呢也挺无害的，也挺高效的，所以我希望能够在奇葩说展现出这种可能性。你有这个可能性。哎，谢谢老师。谢谢小鹿啊，我不得不说，我在你身上居然还看到了程璐的影子。我在他身上还看到一点傅首尔。对。哎，4个哟。好，那下面的话你就跟那个薛教授来交流吧，我们其实没什么问题。啊，老师好。你更受欢迎、更红，还是斯文更红啊？当然是斯文呢。OK。你这到底是问题还是伤害他？这是什么问题啊？因为我没看过斯文的表演，所以我要你到底要伤害几个人呢？一个一个打。那你厉害，程璐厉害？受欢迎。我会比他更厉害。你会？但没有。但还没有。只是缺个机会，老师。好啊，你已经有机会了。好，谢谢小鹿。好，拜拜。好，谢谢老师。看到谁最后一个给你亮喜欢吗？那一瞬间你的心情？感谢他没有不留情面。烂梗。硬汉辩手刘老师，请上场。
那个我是刘老师，我来自青岛。我来到这里之后吧，发现啥人都有，啊，乌乌泱泱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各位奇葩们，大家好！有那种大吉的感觉。我看咱今天的主题是大吉，什么叫打劫的感觉？大吉的感觉，吉一吉。看我口型，吉一。对呀，奇葩大吉这个名字特别棒，接地气儿。看我口型，吉一吉。我抽到这个辩题吧，是否愿意做单身妈妈？我愿意，这是一个硬汉的选择。不管是否单身，我都愿意做一个妈妈。哎，你平时在家带孩子吗？我就是孩子的专家，育儿专家就是我。你有考虑过单身抚养一个孩子的辛苦吗？硬汉不怕苦，你不是你现在是一个女的，你什么硬汉？你要当一个单身妈妈？硬妇也要上。KO， 表现挺好的。想过自己会进去？想过，但是我也想过失败，这就是硬汉，都能接受。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刘老师，我来自山东青岛，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哦，上台前由于比较紧张，我就抽了自己俩大嘴巴子，现在感觉好多了。我今天是以一名硬汉老爹的身份来到这里。OK， 奇葩说这个节目只有傅首尔一个妈，她没有爸爸。于是我就来了，我要代表daddy man来告诉大家，男人至死是少年，是英年早逝的那个意思吗？所以你是看我们节目被傅首尔气的，觉得老讲妈妈的心情，都没人讲爸爸的心情。对，他老 diss 我们做父亲的。其实我们青岛男人很不容易啊，我们也得带孩子，我们也得做饭，我们不跟他说的是这整天两腿一盘，就是那样。刘刚，对不起，我还是打断你一下。刘其实你刘峰啊，因为你那个不这么勾，在我看起来就像刘刚。我也以为是刘刚。对不起啊，你觉得青岛男人比济南的男人到底不容易在什么地方？主要青岛男人得会炒嘎啦，济南没有嘎啦。刘峰，这样，我们还是对你的工作感兴趣，你说说呗。那个，我是名特殊教育老师，主要面对的是自闭症、多动症、抽动症、阿斯伯格症、发育迟缓等特殊儿童。当初为什么选择做这件事啊？当初我其实发自内心的觉得我就是使命所以，我就觉得我天生就是干这个的。你学的是这个专业吗？对，叫康复治疗技术。然后我中途换过工作，干烦了。用青岛话讲就是干曹鸡了。然后就去卖房子，干了2月吧。你2个月当中有卖出去任何房子吗？有，就那些富婆。就你这个表情，你什么意思？你做了什么？没有，这些富婆就说想找我买，我就说别买这儿贵。就是所以说，我觉着我不适合干这个。所以你是因为出卖自己的房地产公司被开除的是吗？差不多，互相拒绝。所以反正离开了房地产工作，对，觉着我还是应该去干我的这个本职工作。我还是说说我准备好的辩题吧。好，那个我准备的辩题是：结婚以后就没有爱情了吗？Unbelievable！ 说这话的人就是幼稚，太幼稚。是，年轻不懂爱情。当然我也年轻过啊。我年轻的时候经常跟兄弟们一起喝酒吹牛，还搞了一个排行榜，叫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第4名，老婆；第3名，孩子；
第2名父母，第1名兄弟。我们举杯痛饮，相拥而泣，发誓一辈子不改变。但是结婚后没2年，啪啪打脸，不谋而合的重新拟定了这个排行榜。Top 3 parents， Top 2 children， Top 1 wife。你问 Where is brother？ 你都结婚了还想有兄弟？要什么兄弟？老婆就是你兄弟。我的老婆个头不高，平时却异常凶猛。但是你的这个转折这个词汇吧，真的叫做我的老婆个头不高，平时却异常凶猛。那个他凶猛在什么地方了？我其实想说点不凶猛。好，我老婆很喜欢你，谢谢她。我自称是硬汉，对，从来不哭，但是她生孩子那天我哭了，嗷嗷的哭。哇！当看到那个样子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倾其我的所有，只为让她别那么难受。这种想法可能不浪漫，但一定是爱情。所以结婚以后，你觉得就没有爱情了吗？有，哪怕只有我一个也是有。好，没了。我觉得他很 man。哇哦，哇哦，硬汉。你太太喜欢你来参加这个比赛吗？那个我太太喜欢你到什么程度啊？仅次于我。可以见得。就是我们结婚度蜜月一定要去台湾，因为我是那边的人来的啊，所以我可以签一本书送她没有问题啊。那太好了，是应该的。我代表我太太谢谢你，我不希望干扰到你们的婚姻。我有被她说动，说我们缺少爸爸的角度啊。很明显，你在知识分子那边没有很高的信任度。刘芳，祝贺你！现在我们3番让你进入待定区，你委屈吗？硬汉从不说委屈。哦，好的。那到底是委屈还是不委屈？不委屈。那真委屈的时候说不说委屈？也不能说。好嘞，刘峰，那你先委屈一会儿哈，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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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兴奋，很开心。接下来是许吉如，请准备。许吉如感觉呼声很高啊。大家好，我叫吉如，我是去年《奇葩说》第6季的老奇葩。我想就是说点。说这句话哭了，我是老奇葩，哭了。许吉如38票，虽然身为队长，但是许吉如依然在这个环节面临淘汰。马老师，哎，我能把这张在下不服卡送给薛老师。85比10票，经过最后的不服 PK 挑战，依然是许吉如在这个阶段被淘汰。等你回来。我的辩题是：遇到危险，伴侣手刀逃跑，我该不该原谅他？我原谅他，因为我想表达我的讲的时候就只敢看陈明老师的眼睛，是因为我依然不是很有勇气去看观众的眼睛，我依然很怕在他们的眼里看到那种我没有被你说服，或者我不认可你讲的观点。我觉得我还是缺少一点跟观众直接交流的勇气。把我的在意留给我的下一个伴侣，谢谢。好好加油，继续战斗，乘风破浪啊！加油！加油！加油！fighting！去年他在整个舞台上的经历，是会让人百感交集，就很复杂。他经历了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然后在网上经历了很剧烈的争议。就我其实没有想到过他就是还再有勇气来继续战斗。来，我们继续捞吧。来，下一位选手。吉如。老师们好。哎，别躲在后面，这个在这儿。哎，对。老师们好，刘老师您好，然后大咪咪你好，就第一次见面，然后我很高兴又再次见到3位
很久没见的老师。这段时间你去做什么了？就正常的在生活工作。其实今年疫情期间有一次，我特别冒昧的找过马老师，你还记得吧？我说我最近有点想不开，就是想需要开导开导。然后那个之后，我会自己有一些调整啊，所以状态好点了吗？我觉得好很多，虽然可能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局促，但是其实还行。既然马东是当事人，那这段就由我来问一下。好，你来吧。马东，他找你的时候，你就坦然的接受要担任咨询的工作吗？他说实话，他状态非常不好。 OK， 就是我这么说对你没影响吧？就是他电话里直接跟我说，他说他有点抑郁状态。所以怎么会在这么多人里面选了马东呢？为什么不找我？因为可能但咪咪和刘老师不是特别知道前情，就因为去年我来参加节目的时候，当时可能在网络上会有一些人可能不是很喜欢我的风格，或者有一些评论，而那个时候呢，我也就是说实话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各方面不知道怎么去调节。我对吉如其实印象挺深的，因为我整个看了第6季，所以一开始跟马东老师在聊天的时候，我也说了，我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刘老师把自己的牌给你。哎，如果当时那个卡是给你，你会要吗？当然要，为什么不要？对啊。所以罗老师给你这个卡，对你来说影响很大吗？是你的一个压力点吗？不是，其实我当时就是要的嘛，也是很珍惜这个舞台嘛，那就想尽办法想要留下。但我觉得可能我想更坚定一点吧。所以你的困扰，包括抑郁的一个点，都是从上一季录完那么久，一直延续到现在。起起伏伏有一些吧。徐如回来不是来探亲的，来准备继续准备继续来参加奇葩说的，有什么东西要分享吗？有，我就是准备了当时我打的最后一场辩题，就是我打成85比15那个样子那个辩题，然后对准备好了，来呀。那个辩题叫做分手之后该不该跟前任把钱要回来？那我的看法是该。其实该不该，如果你觉得很难思考的话，换一个思路就很简单啦。就这个钱，如果对方是主动还给你的，你收不收，对吧？你收就说明你内心是想要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需要一个巧妙的做法。所以今天如果你想把什么东西要回来的话，其实你不妨先给一点出去。比如你会说，哎，当时这个是机票我们一起买的，但是我的卡不好刷了，你今天垫的钱给你。我觉得你的前任他但凡是有一个这个及格线人品，他会想一想说，哦，那是要到算账的时候了。而我觉得一个更大的附加值就是在于你其实这个时候你收获了一个真的还不错的前任，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有的时候是一个一期一会的，是一个相互给机会和相互成全的过程。你已经不再是我的英雄了，但是你还可以做我生命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个君子。所以这个题目在你心里面记挂了这么久啊？还好，其实我的想法跟蔡康老师一样。为什么你还记得这道题？我其实完全没有在听你在说什么，而是我感觉你为什么还是停留在那一个时刻，这个是让我觉得有点担心的地方。其实，之前的时候，徐教授问我一句话，说你不介意谈论自己的年纪吗？因为我说我34岁今年。其实有一句话对我来说，在人生格言中有一句话很重要，叫做极度的坦诚就是无坚不摧。因为我很坦诚，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击不垮我。我坦诚的面对自己的所有欲望也好，失败也好，或者是我的优点也好，我觉得这句话，我希望可以帮到你。假如你周围的朋友里没有人劝你不要去奇葩说吗？有。他们怎么说的？真的要去吗？我有鼓励他说，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站起来的话，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疗养。还有，在哪跌倒，在哪第二次跌倒，就需要更大的、更顽强的。你吉祥一点吧，人家就是两种可能。那个肌肉就是我自己看了，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就是从小一路优秀，对你来说，你就是缺这一环。就是缺在一个需要很多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评价你的这样一个小市场，这个地方面临考验。你有2个选择，要么你永远躲避这种人，如果你开放向众人，你必须要有一种品格，来面对所有不可预测的东西，包括跌倒，可能第2次跌倒。我个人觉得你的自信是在这个舞台上丢失的，你也可以考虑通过这个舞台把自信再找回来。有些罪遭一下也没啥，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失败对我来说习以为常。对，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奇葩说第6季的某一个辩题而已，它只是某一个导师给了你某一个阶段一张卡而已，它不应该成为你摔倒就起不来的一个事儿。我之所以还会来参加，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可能还是对舞台，我是有我的欲望和渴望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我愿意去面对，也愿意去承认。你肯定是渴望压过了恐惧才会来。刚才说了最后一句话，他说他还是愿望还是很强烈，压倒一切。所以我觉得，不管他成还是不成，我作为去年的我们战队的导师，我会给他1票。如果上一次参加奇葩说给你带来了一些伤害，从头来一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来吗？来，因为这个舞台就是留下精彩，对吗？这个舞台其实什么无所谓，这张卡那张卡谁拿了谁没拿，就大家就是要消费好的那个文化产品。如果我有能力，就贡献一些。其实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我觉得那张卡一直在你心里面。第6季的时候你上来，其实是一个就是亮点，很多人对你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在后面的2、3期比赛里面，我记得有一次你的发挥真的是特别不理想，让所有人有突然逆转了的那种感觉。但是那个瞬间以及后面罗老师给你那张卡的所有的那些故事，其实随着奇葩说第6季已经过去了。对，但是它大概只留在了你心里面。我内心觉得哈，其实奇葩说对于你来说，在第6季中间就已经结束了。你今天一上来，我就觉得，就不是那个来打仗的，不是来打仗的那个状态，依然是那个来修复的那个状态。让这事儿过去吧，就是它是个游戏，然后我们不能被游戏伤害，也不能被游戏左右，就让它翻篇吧。你觉得呢？我觉得可以。所以如果他可以让这个翻篇的话呢，起码他现在得到了2票，他是待定的。你还要继续吗？我觉得这反倒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你去做一个自己的选择。人生有那么多圈子，我们不是每一个圈子都要去绕一圈的。对，我们能够活的年龄也有限，所以我们花了这个心力跟时间去绕这个圈，以及受那个伤，然后修复那个伤所花的心力，都是我们本来可以做别的选择的。可是呢，如果你选了这个圈子绕一趟，伤口可能变更多，也可能可以修复，所以你要选。这是第一次我们把选择权交在选手的手上。你要参加的话，你就要想好，你吃得消更多的伤，然后你愿意有这段回忆在你的人生里面。我从来就没有觉得在哪里跌倒就一定能在哪里很漂亮的翻身起来。但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往前，爬也是往前。我愿意。那你进入待定，2票。恭喜，谢谢徐如，后面见。谢谢后面见，拜拜。谢谢。我们刚才我们5个人心里真的没有期望吗？你有期待说他最后会选留下来还是要离开吗？我希望他留下来。哦。大家好，我是焕俊，今年呢就是22岁，也不能谎报年龄吧。
24岁，然后呢？你为什么来奇葩说？为你们找我啊，那不然为什么来啊？我的特长是吐槽。奇葩说找到我，我觉得这么不火还能找得到，你们真的很没人。一直让我讲话，然后呢也水也不给喝，什么都敢问，什么都不做。名次呢？名次大概就是 BB King， 来的谁不想拿 BB King 啊？要不然来干嘛？打车是不要钱吗？真的是从天黑等到了天黑，我都不知道现在几点，然后妆也涂成这样。我本来想说很美，很多人看我，灯光这么漂亮，也没几个人。第7季应该是名片卡质量最差的一季，你们看我名片卡，有事吗？剪了一整天，这边掉那边掉，至少过塑一下嘛。我有事先找哈，你们忙。来，哎你。OK， 这次在那边终于过了，我现在气焰更嚣张。Hello， 老师们好。你好，我呢叫焕俊，然后呢，我唯一的特长就是吐槽，但是我之前都是在网络上吐槽，然后呢就会有那些键盘侠说我，他说，只会在背地里说别人，都不敢露脸。我这么好看，我会不敢露脸吗？所以呢，我就来了奇葩说，但是我觉得奇葩说越来越没意思了，因为你们太会讲道理啦，奇葩没有了，很像百家讲坛。你们讲的这些价值啊，就是像我这样的都市丽人和门口那些凡夫俗子，那是真的听不懂。然后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广告词叫做40岁以上人群，请在90后的陪同观看？你们要不要想改一下？就是00后的同学，请在父母的逼迫下学习道理。好犀利。那不要生气吧。没有，说的对的，我们不会生气。因为我呢是很爱吐槽嘛，那我想一下我刚刚最想吐槽的事情。你不用想事情了，这样除了杨幂之外，我们4个人请你各找一个吐槽点就好。加上我，加上我。不了吧？我觉得你很漂亮。必须要加上。那就这样，我们4个都不用了，你就吐他就好了。就是我觉得你，就是本人跟照片呢，就是还是有差。然后呢？可能就是，可能就是本人比照片好看。没有。我觉得他说没有才真正吐到了，你知道吗？对，真好玩。好吧，那我就直接讲喽。因为昨天你们不是去见面吗？然后呢，大家长出来，然后见到那个蜜姐的时候，他们哇，好漂亮，好漂亮。好，本季女神杨幂。太漂亮了。我想说，真的还好吧？可能你要听一点实话这样子。没关系，我的受众群也不是你们。我也没有在喜欢你。不要这样子，干嘛跟来宾吵架？爱你了，爱你了。康永哥哈，康永哥就是，因为我真的很爱看看那个《康熙来了》，我以前还做梦，我想说，那我就可能有一天我会上康熙。然后呢，我想说今天上这边，就是因为我是上康熙，也不是说想见你，是想见小 S 那样子。了解。然后看到你的话，就是退而求其次嘛。啊，这个吐到讲得很好。对。薛兆丰老师吗？来。因为我本身是对薛兆丰老师就是非常尊敬，但是薛兆丰老师，你为什么讲话一定要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我昨天还吐槽了一个绿茶嘛，只要看到男生，他立马开始那种头腔共鸣模式，你们明白吗？就那种哥哥你在干嘛？就整个听到想那个口袋的飞镖飞过去啊。然后我想说，那如果是薛兆丰老师遇到这样，那可能他会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你的喉咙是不是有点通货膨胀？你是说我是学术界的绿茶？对，那你还不错，还不错。经济学茶艺师，对，他还挺镇定的，很好。马东老师，来，我是觉得马东老师真的老了。行了，可以了，来吐槽一下陌生人。没有吐完，我还没吐完呢。你这一句话我就吐了，你这。就是因为昨天我们不是你们出来见我们吗？然后我看到哇，好漂亮，哇，
就是有感情的感觉。哇，哪位？然后，然后看到马东老师就，哎，感觉还是要保养一下，真的，就没事要涂点水乳什么。对，好，我感受到了，我感受到了被伤害。吐槽就应该有这种杀伤力吧，不然为什么要吐槽？当然。请问你是几年生的？我是96年。啊。对，还蛮年轻。也没有。你也一般。你碰到00后的人会感觉到这种你比他们什么？我身边有很多姐妹，就谈恋爱的时候很容易被渣男就是骗啊。然后呢，蠢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谈恋爱的时候给你买个车、买个包，这都还好吧？真的吗？这都还好吧？买个车很厉害吧？没有，那你要听我讲完。他说夸张到说，哎，我给你买个岛，哇！我整个听到我又听在神话故事。给你买个岛，我说什么岛啊？我说他会给你买穷困潦倒吗？神经病啊！这个真的很荒唐啊，真的很荒，你们不觉得吗？然后那个闺蜜也是00后，然后呢有一次还很自信的跟我讲，她说哇，我给你看一下这个男生好贴心啊，不管去哪里他都会立马给我拍照报备。哇，蜜姐，你会觉得这样的男生很贴心吗？是群发吧？哎，你还蛮有经验，所以你不是00后啊？然后但是他相信啊。而且他们的聊天记录能蠢到什么程度？在干嘛？在想你，在哪里？永远都在你心里。我听到哇，就整个你知道吗？就很想跳舞。但是呢，我也不会去讲他们，因为我觉得讲他们呢，他们也不会听，因为他们是属于是那种谈恋爱的时候会去问老天爷，就是啊老天爷，我的男朋友是渣男吗？然后老天爷说是，他们说啊不是。你发现吗？你在对00后的时候，你就开始在讲道理了。讲得很生动的道理，所以讲道理也要生动啊！你们讲道理又没带生动啊。OK， 他已经有三个啦。只有3个吗？3个很多了，同学。好了，我给你一个喜番。我今天本来还想说跟你们讲点文化东西，后来我发现了，你再讲等一下会丢分的。再讲就全部又下来了是吧？那我就先走了啊！好，拜拜，黄姐，拜拜，好，拜拜，恭喜你，可以了，恭喜4番晋级。4番晋级掌声就只能这样哈，因为5番晋级掌声就是这样子，对，什么感受？什么感受啊？现在吗？就还蛮热的，这些灯都照到我，感觉脸上一会出油。化妆，化妆师也技术一般。尽量花多点钱，好不好？毕竟也是定了，下一次真的不要眉毛从这里画到这里，还蛮尴尬。因为眉毛就是画到这里还倒霉。来，下一位有请。马上上场的是臧鸿飞。你有没有为今年来奇葩说7做什么特别的准备？我做了热玛吉、美容。这有用吗？有用啊！你别觉得我脸紧啊，紧致。为什么要做这种？我本来奇葩说5看着有攻击性强，小孩打架不是流氓打架，你不要把它过分夸大。就是脸上褶子也多呀。游戏是2个人觉得都好玩才叫游戏。眉毛胡子一把，就看着有点面目可憎。我就想让自己稍微的看着稍微顺眼点，这一季收一点，和蔼一点。亲戚拿自己当外人，很多年轻人买房的时候拿了亲戚的钱，你不能只接受好，然后排斥那个不好。有想骑他的吗？我去牺牲掉我自己的心情舒适度。我们每天心里都很不爽，但是我们必须这样活，这就是成年人。和蔼一点。天啦，你来了！哎，好，这位仁兄看起来面生，您是？哎，对，那个大家好，我是臧鸿飞，我以前是一个音乐人，然后我17年来了奇葩说。哎，又回到了奇葩大会，这不就是奇葩大会？3年之后，噎死他在万斯莫。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的是，我17年之后为什么没来参加奇葩说。对。我觉得我的2019年就可以总结为我的挨骂人生，就是从奇葩说5开始的。第1届，人家李思恒我不管，人家弹幕哇好可爱，然后奶茶我不管，我不听，哇好萌。我一上去我拍脸上桌子，
哇，好油腻，就是很奇怪，我觉得是长相的问题。后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从那期之后说我反正中年油腻，面目可憎，不会辩论只会吼，然后就各种超话，比我自己的超话人多的，比如说讨厌臧鸿飞超话，臧鸿飞奇葩说黑幕超话，到最后一天我都淘汰了，我淘汰那天背影多么落寞，往外走，半个小时之后微博上就有了臧鸿飞终于被淘汰了，哈哈哈哈超话。而且我挨骂不只是奇葩说，后来就开始莫名其妙的挨骂。李诞深夜买醉，我被骂到热搜第8。人家说蛋蛋以前多好一个孩子，自从认识了臧鸿飞，德智体美劳可以说全方位的下降。你这都跟我有啥关系？而且有的节目我都没有去，比如乐队的夏天我都没去，我就因为长得像其中一个很有攻击性的乐评人，然后我觉得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中年长发有胡子丑都是一个人。然后就来我微博骂我说，丁太升，你配做乐评人吗？你给我滚出娱乐圈！然后我就说，我不是乐评人啊，我甚至连丁太升都不是。就是还有营销号说我傍大款，我都什么岁数了，而且人大款也要求呀，人能看得上我。就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烦，我说行，我不跟你们交流，我就发工作行不行？我不发别的，我就发工作。有一天我发了一碗红烧肉，被素食主义者对着家门骂呀！臧鸿飞，你一个公众人物公然发这种肉食，你这么不道德，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来？就是我觉得骂的特别奇怪，然后就那阵儿就想躲着这些人，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嘛。然后我就跟公司说，我今年我休息一下，然后后来。我落啥没落啥，脑子。不要回来！你说实话，菲菲，你为什么要回来？您这人，不是您给我打的电话吗？您非我说我不来，您非让我来，我来了，您问我为啥来，我还得说，因为我热爱这个舞台。您说让我说什么？马老给我打电话，然后这是我今年接到的第一个电信诈骗电话，就是。先是夸我说，哎，我觉得你能闪光，那个没问题的什么的。今年是咱们今年的赛制是轻松辩论，我一来1000个人选44个，这就是您说的轻松辩论。菲菲是我唯一的一个去动员他，让他来奇葩说的。我知道他压力特别大，当然我觉得就遭罪也是一种选择，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鼓励他，是我鼓励他来啊。还有，我有一天在黄雀酒吧喝酒，就是有一个小孩过来跟我说飞哥，你的那个爱拼才会赢，激励了我好久。说我一直在做一个纪录片导演，我的朋友都在拍网大，他们都很挣钱。然后我也经常会想，哎，是不是我也去拍这个？但是我想记录，我喜欢纪录片。他说你鼓励了我4年，我用这21年告诉你们，我就是爱拼才会赢。我就是爱拼才会赢本人。就是我觉得我还是鼓励了一些人，我愿意再次相信交流的意义，而我也回不到以前了。好多人说，哎，你怎么背叛了摇滚乐？我说是这样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原始人，我一辈子生在山洞里，我一个莫名其妙的机会，我走出来，我看到了大海，我看到大海，我不能假装没看过。我当年那么多年做地下摇滚的时候，我给好多人打电话，认识人说能不能帮我做个宣传，有的人微信连回都不回。就现在我想做歌，有人给我有机会做歌，我想写一个东西，有人能给我拍。我觉得我见到了一个这么多可能性的世界，然后有一天我回到山洞，我不能再告诉他们，你看这个火把，这个是我见过这辈子见过的最闪亮的火，因为我见过太阳。你已经看到太阳了，你还要怎么样？就是你已经看到太阳了，然后你在乎那些嘈杂的声音。是我有心理准备挨骂，但是我没想到能挨这么多骂。当然我得到了很多，我不再矫情了，就是不管有多少人讨厌我，我也不会再闭嘴，我就要坚持说。然后我也跟那些骂我的人说，就是你们学习工作很累，你们通过骂我，你们减轻了压力，我也很开心能给你们减压。真的是什么都比不上看到真正的世界，然后变成了自己，这个是最爽的事。所以别的东西真的没有关系，就承受它呀。我觉得你
脚底下有阴影，只是因为你在面对着太阳，你在看着太阳，所以你就不要管你身后的那些影子。我觉得玩儿就是个玩儿，走出山洞我们就去好好的玩儿，往前看。对，因为我微博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拉黑过任何人，黑名单没有用过，然后我也没有关过评论，然后关于别人怼我，我也从来不会怼回去，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给你留言的人，他是你草船借来的箭，所以你应该感谢每一个想骂你的人，你就等东风一吹的时候再说吧。对，我也觉得我既然已经走到这儿了，我就要走下去，我看我到底能走到哪儿。OK， 菲菲，你有4番，4个。后面见，拜拜。谢谢大家，欢迎你回来，欢迎。那我当然很高兴臧鸿飞回来，因为觉得他的魅力搭配这一桌菜色的时候会很精彩。他依然是处于很戏剧化的状态，还是可以期待吧。今年要快乐辩论。下一位选手有请。你好，彩玲。大家好，我是张彩玲。一直到今年的3月份，我还是一个每天陷在论文里，明明发现自己不适合搞学术，但是还没有勇气，碍于面子，不敢给自己寻找其他出路的一个末路迷途女博士吧。然后我现在跟我加拿大老公还有我4岁的女儿住在伦敦，为了奇葩说，我就特别兴奋地赶回来了。你是为了奇葩说回来的？对。隔离了吗？隔离了，就是我再也不会再考虑隔离的问题了，所以我现在就宁可跟我老公永远分居，我也不回去了。然后今年这一场春天疫情的到来嘛，就验证了命运的安排。我因为在家没有人跟我聊天，我就开始录视频跟大伙聊天，在抖音上把我自己唠成了一个小网红。这个大姐可好笑了，我看过她抖音，对，她贼好啊。她一个段子可以讲10几分钟。对，我是一个搞笑博主嘛，有一点粉丝。大家好，我是彩玲。我呢就是铁岭石油小公主，伦敦说唱小王主。亚当受不了夏娃的苹果，嫦娥受不了生活的繁琐。太有戏了，太讨戏了，太长我的小阅历了。然后你说我唠的还就是越唠越有感觉呢，就是粉丝越多人越狂，一天唠的可有感觉，结果一高兴又给自己唠回去了。然后我觉得今天为什么我特别想来奇葩说呢？就是我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在我短视频平台上不能完全的表达出来。我和我老公中西合璧的这个小家庭，因为中西文化产生的碰撞、产生的差异，这些笑料，其实对于这些东西，我是有感悟的，我是有褒贬的，我是在洞察着人性的弱点的，我是有思考的，我是有哀愁的，我也是在探索着宇宙的尽头的。但是这些东西在抖音平台上，它时间也不够。我想把我这些小思考、小洞察，在奇葩说的舞台上，以我平时说段子、讲故事这种方式给表达出来。你要不要坐着？不用，我这样比较有气场。真的吗？因为我个儿本来就矮，你让我享受一下这个感觉吧。就是因为我自从说我要来奇葩说，我身边就有好多聒噪的声音，就是说你一个孕妇，你为什么不在家好好养胎？你到处折腾什么？孕妇怎么的了？我觉得一个女性作为妈妈，她去关心自己的孩子，这个角度很重要。但她作为她自己，她去追求她喜欢的东西，她去实现她自己价值，我觉得这角度更重要。我就要大胆的承认，我来奇葩说就为我自己。不要说你一旦当妈妈了，你去参加什么，你不参加什么，你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你都要说你为了孩子。我不想活成那种怨妇。然后再说，我的孩子这么小，我就是让他浸泡在这个逻辑、智慧、那个辩论的羊水里，这不比在家天天吃饺子看电视剧强吗？我觉得，就综上所述，奇葩说今年的舞台就是为我准备的。彩玲，你这怀孕是几个月了？5个月。我目测的。哇哦！那按这个计算，你有可能会生在现场啊。那是有点稍微早了一点。彩玲，我有一个凡尔赛提问哈，就是就是奇葩说何德何能呢，能够让你付出这么多？
从我开始读博士的那一天，我非常享受别人给我的这种学业有成，然后将来可能会在高校的这种光环，但是我从来就没享受过搞学术，因为这是对我来讲是个错误。我从我刚升上博士的时候，大家我来自小城市，我妈差点就弄得满城全是热气球，就说我到伦敦大学学院去当考上博士了。但实际上我当时刚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就偷摸自己跑回北京，我想当一个野编剧，只不过当时给我开价是1个月800块钱。我自己想可能是活不起，我又跑回伦敦去，那还是读这博士吧。但是，就是我是说我心里其实一直向往着这种，你就让我表达自己就可以了。所以不是奇葩说就比这录制再苦一点都没问题。Oh no！ 别碰！我真觉得念博士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他付出那么多时间的，就是野编剧可能对你来讲享受的人生以及累积都更多。彩玲，你真的太让我感动了。我觉得在我们5个人当中，只要尚存一丝人性，一定会给你那个就是立起来这个喜番的。没有啊，没有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不论多少个月，这很辛苦的。如果你全力以赴的话，对 baby 是有影响的。我是同意，就是 baby 很重要，但我认为我快乐是这个事的前提。你有很多快乐的方法。不，但是我如果不参加奇葩说，我在伦敦不会快乐的。不是，薛教授，我是觉得他快乐不快乐这件事的前提是他觉得快乐不快乐。薛教授，您现在的观点有点像，就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乡有个特产，这东西叫倒骑驴，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在后边骑，前边是一个人力3轮车，然后我妈妈就看见了一个瘦小的女子在骑这个车，我妈妈本来都打到这个倒骑驴了，然后我妈说，你这么瘦这么小，我不能用你，然后我妈转身打了一个彪形大汉的倒骑驴。那个女的就很难过，就说你都打到我了，我又没拒载你，为什么不上车？我妈说，我这个大胖子，我心疼你。您现在和我妈是一个心态。那她赚不到钱呢，都让我妈这么想的话。那彩玲，那你就4番进入到我们1v1的环节，好吗？好。但是你一定就是，我觉得徐教授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就差不多就可以了，不用那么用力。蹦那下真吓死我了。这个可以写在合同里，我不蹦，整个过程。好，那彩玲，谢谢。好，谢谢。之后见，拜拜。谢谢。其实我准备的很多东西都没有说，但是呢，我更喜欢聊天，胜过于我来说我准备的稿子，所以还是挺享受。哦，欢迎。对，我们说要扶你一下的。啊，没事。美文，怎么样？大家是不是很累了？来，给大家吃点面吧。追梦的路上怎么能少了康师傅的红烧牛肉面呢？太香了，太好吃了。各位老师好，真，老师好，5位老师好。来就来吧，你还带东西。马老师不要看到我这种失望的神情。请欣赏李豆豆的高密度才艺表演。才艺 A 学狗叫，才艺 B 学驴叫，才艺 C 学紫薇叫，尔康。第5季我确实没有留下什么印象。通过跟你的10分钟的对话，我觉得我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我特别喜欢辩论，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变得更好。也没有觉得有更好。你想要更好，但你如何变得更好？等一下，我想一下。今天我觉得做出第一个努力，我去找如晶，我不再去找首尔姐了。那如晶这一关更容易过啊，比首尔这关。如晶心软啊。谢谢英男，那你就进入待定好吗？2番，谢谢老师，拜拜。好，拜拜。谢谢各位老师，谢谢老师。奇葩说需要不断的给别人新鲜感，就是把戏不可久玩，你的那3、5招基本上都已经亮过了。变化是老选手、老奇葩唯一的活路。在
要再顺一遍还是？不用，你就自己待一待就好了。对，不会好，但是可以的。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能够凭气质讨人喜欢的人，我就是想把我想说的表达清楚就好了。好，下一位选手。秋阳。梁秋阳。梁秋阳。老师们好，老师们好啊！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做秋阳，秋天的秋，太阳的阳。然后我是第6季奇葩说的选手，是一名老奇葩，很开心能够再回到这里。对，秋阳，你上一季是薛老师战队的吗？对，我是薛老师战队的选手，第2任队长。我认为你上一季充分了燃烧了你自己，是吗？应该是一个好的回忆吧。尤其是到最后的时候，就蜡炬成灰，已经泪始干了，你知道吗？对。那为什么还回来呢？对啊，难道没有江郎才尽吗？没，我觉得就算我是江郎，也不可能2场比赛就才尽吧。我真的很喜欢奇葩说这个舞台。我回来的原因，我说实话，是因为，如果不考虑功利因素，更重要的是，我确实非常的喜欢和回忆奇葩说场上的5分钟。我不是一个特别综艺的人，我得承认，甚至我不太擅长聊天，所以我听说咱们这个辩论节目第1关突然变成聊天，我现在非常害怕。我对你印象还挺深刻的，非常荣幸。虽然具体的可能也不记得了，对。但这个人我只有我见过，有印象。是什么样的印象？我觉得他很靠得住。对，他是一个优秀的辩手，但是参加那个战队属于误入歧途。就比如说我在看到小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不确定性，就是你不知道他会出什么幺蛾子的这种感觉。但是你看到秋阳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人靠得住，就是他比较结实。对，像杨幂讲，你有一种让人相信你，不认为你会胡扯的那个特质，所以大家对你的印象就很好。然后我的立场有点怪，就我觉得如果这个节目曾经留给你美好的回忆，不一定要回来折损那个回忆的纯粹的程度。所以你怎么知道你这一次不会留下一个比较不愉快的回忆啊？这其实是我本来今天想分享的，可以顺着这个康老师话口聊一2句，就是奇葩说给了我一个特别重要的收获，就是我曾经一直以为说话这件事情我已经很了解了，就是内容、逻辑、观点，还有你的表达流不流畅、好不好听。但我最近就不断回想最近备赛的经历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你自己说的东西，是你对面听的那个人想要的那个情绪点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我前段时间遇到一道辩题，说我在下班时间拒绝了老板临时的加班要求，我错了吗？我拿到的持方是反方，说我没错，我就该拒绝。如果是按照以往作为辩手的我会有特别多的观点，一瞬间可以冒出来。公司应该怎么治理啊？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划分？你到时候应该怎么办？你的职场其实应该怎么样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但我后来发现，这些都是字面意义上的讨论。我后来突然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预感，就是这道辩题想听反方那边说的那个人，他们真正想听的应该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比如说，我是一个普通打工人。我已经很久没有休过周末了，我也很久没跟我女朋友见面了，这也是实情。对，这个周末我约了我异地恋女朋友看一场电影，但是老板的工作的微信一条接一条的来，我顶住了，我没有回。然后第2天周一的公司例会，他当着所有人的面骂我，然后我好委屈。这个委屈不是那种我觉得我很有道理，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儿没有对错，老板也不针对我，也有别的同事很辛苦在加班，可是我就是很委屈。我觉得这份委屈是需要有人帮他们说出来的，而且它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的。大多数人可能那个委屈过了就过了，但是遇到这道辩题的时候，如果有一群自诩会说话的人，我觉得可能他们更有义务和责任帮他们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以及告诉他们该怎么办，而不仅仅是讲自己那个特别好像很精致漂亮的观点。他讲辩题好有魅力哦，他讲得很好。对。就我当时拿到这道辩题，我后来突然想到一个前段时间一篇推送，叫做《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他讲那些跟我们送外卖的小哥，他们其实是非常辛苦，因为他们每天要冒着交通肇事的风险，甚至超速行驶、闯红灯，因为他们很害怕会超时、会扣钱。可是不管他们骑车骑得再快，系统派给他们的下一单都会追得更紧。而那种
老板的短信一条一条来的时候，其实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特别害怕我们生活中那些我们不想被他追上的东西，有一天会追上我们，以及有一天我们再也没有办法骑车骑得更快。对，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讲出来的东西。所以了解这件事情之后，我其实还蛮兴奋的，我也很开心，因为我其实打辩论很久了。我打辩论10年了，然后马东老师也知道我们这帮人特别内卷，特别自嗨，对，但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我有点失落，因为关注听众喜欢什么，它不是我的习惯，它让我觉得我变小了，我变得不重要了，但是我又有点觉得很有意思，很自豪，就是好像就是我们在讨论的这个过程本身变得更重要了。我在说的这件事情就不再仅仅是为辩题立论，而是比较接近古人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我会觉得了解这一点之后，如果还有机会能够站上一个被更多人看到的舞台，我能够讲出更有价值的话，也能够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起到更有价值的贡献，这是跟以前的我不太一样的地方。对，说得好，这样好好呀。所以。谢谢徐老师。徐老师，我肯定是想等那个最后一个立金牌子的人。因为马老师有 flag 的，我会给的，我会给的。我那个我果然等了这么久的，对那种以后终于等到了一个让你舒适的人出现，是吧？对，终于等到你，真好。谢谢，我很开心，我很开心。那个秋阳，我说实话，你刚最后那番话还是蛮触动我的，就是我因为我们交道打得多嘛，对不对？对。然后我一直觉得辩论这件事是你一定要通过思考、逻辑、理性的激发和那什么。但是我会发现，在奇葩说的现场里面，你会发现，就刚才说那番话哈，让我想起来很多真正厉害的选手，包括像康永哥这样的，他们在启动逻辑的同时，他启动了强大的共情能力，就是他既有逻辑，但同时他启动了另外一些站到别人角度，或者说对应。关照投射到别人情感需求的那个东西，我觉得这对于辩手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你刚才那题就那一个瞬间就打的就特别好，就那一下就把这道题就破掉了。我觉得我特别期待你在奇葩说后面的比赛当中能够把这一块给打出来，我相信。哇，谢谢老师，谢谢罗老师。也许只是你准备的好，其实我们真的给了你这个牌子以后，你进到后面你就把这些都忘了，那我们就会很后悔。不过没关系。那好，来秋阳，京东有胜算。来，谢谢老师，恭喜几位老师，谢谢几位老师。行，老师们辛苦了，那我这边先告辞。好，拜拜。拿到了几个喜番啊？5个。哎，你这感觉好像幼儿园老师问小朋友今天得了几朵小红花，然后我说得了5朵，是很开心的，因为对我没有想到马老师会给我那个喜番，还有就是杨幂老师说觉得我一看就很靠谱，也让我比较开心。把你的购物车拿捏得死死的，每天都爽爽的，感谢不负每一分热爱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贝壳 VR 真是好，躺着就能把房找。感谢特别合作伙伴全是 VR 真房源的贝壳找房赞助播出。只要有它暖肚子，再也不愁过日子。感谢暖腹黑科技，好暖好暖的苏菲好暖卫生巾行业赞助播出。找工作上前程无忧，会前程无忧。感谢带你前程无忧的前程无忧行业赞助播出。好，我们来看一看下一。用自己的个人经历能打动别人的故事，就我觉得作为一个辩手，我好像用了很多年学习怎么演讲、怎么辩论，但是唯独没有学习到怎么去跟人说话。无论是对于孩子，还是对于完美的一生，他应该有更丰富、更多元的想象。
不狭隘，是不焦虑的开始。OK， 千人奇葩捞到这儿全部结束。这一轮我们一共有44个晋级名额，到现在为止晋级的人一共有30个，还有14个名额需要从待定选手里去决定。来，牌子立上来吧。教授还有吗？没有。秘密还有人要选吗？没有了。OK， 走吧，到那边去宣布。各位，我们下面进入同城捞人环节，还想捞你走一程。这边还有14位选手会被捞到晋级队伍当中来。晋级的14位是东北英语姐。您请这边就坐。谢谢各位老师，谢谢。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晋级呢不是直接晋级成导师，是晋级成选手，你知道吗？对。啊，第2位硬汉刘老师，李佳瑞、阿菊、Nora、欧阳超、孙玉、袁琪琪、李思雨、苏梅月、陈近南、陈小乔、李大锤。最后一位恭喜晋级。毛东，恭喜！恭喜以上选手进入到下面一个赛段1v1淘汰赛，大家加油！加油！谢谢，加油！拜拜。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因为你没有那么执着了嘛。我来第7季也是想要给自己画一个句号，画在哪儿其实我都不遗憾，画在今天这儿我也觉得挺好的。我特别感谢千人奇葩捞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表现不太满意吧，但觉得这样也很可以了，有一种还在被期待，还可以再继续演出的这种感觉。我接下来也会非常的努力，也许我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一定会很努力。感觉自己已经死过一回了，对吧？就是什么都不怕了的感觉。在这里提醒大家，打开爱奇艺 APP 搜索“奇葩说”，有更多精彩等你解锁。奇异果 TV 把视频搞大100倍，看啥奇葩都不累的电视 APP 赞助我们播出。每周6晚9点，《奇葩有奇迹》爱奇艺 VIP 专享独家海选完整版。以及来随课 APP 参加奇葩说不停视频创作大赛，就有机会瓜分10000元奖金。谢谢大家！把你的购物车拿捏得死死的。本节目由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山一程水一程，订酒店就同城。感谢藏在微信支付里的同城旅行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美味的创造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首席特约赞助播出。帮帮帮！网课上作业帮。本节目由作业帮直播课特约赞助播出。贝壳 VR 真是好，躺着就能把房找。本节目由特别合作伙伴全是 VR 真房源的贝壳找房赞助播出。只要有它暖肚子，再也不愁过日子。本节目由苏菲会发热的好暖卫生巾行业赞助播出。下载前程无忧511 Job APP， 收获好工作。本节目由前程无忧行业赞助播出。奇葩说第7季初选阶段全部完成，晋级选手已经产生，接下来将开始晋级赛。而屏幕前的你将作为观众团，见证选手们的比赛历程。奇葩说第7季复活榜现已开启，所有观众可通过以下渠道为你喜欢的选手送出胜算，帮助他重返奇葩说赛场。京东有胜算，拿捏死死的。12月19日20点，截止到1月16日24点。方法1：登录爱奇艺账号，普通用户每天拥有1次送出胜算机会，每次可给1位选手送胜算。方法2：爱奇艺黄金 VIP 用户每天拥有2次送出胜算机会。方法3：爱奇艺星钻 VIP 用户每天拥有3次送出胜算机会。方法4：登录京东 APP， 搜索奇葩说，进入复活专区，每位用户每天拥有1次送出胜算机会。参与互动，每天可额外拥有4次送出胜算机会。方法5：登录随课 APP， 每天额外拥有1次送出胜算机会。方法6：登录爱奇艺泡泡 APP， 每天额外拥有1次送出胜算机会。爱奇艺站内用户每日最多可拥有5次送出胜算机会，并可为同一个选手累计送出胜算。12月26日起新增微博通道，12月26日20点起，截止到1月16日24点，登录新浪微博，每位用户每天拥有1次送出胜算机会。
我们将在2021年1月16日24点进行结算，获得胜算数排行第1的淘汰选手可重回奇葩说赛程，直接进入决赛赛段。快来为你心中喜欢的奇葩争取复活资格吧！上爱奇艺搜索奇葩说花絮，观看更多精彩幕后花絮，超多超快超好看，就在爱奇艺 VIP 会员。电视大屏看奇葩说7就用奇异果 TV， 看啥奇葩都不累的电视 APP。来随刻 APP 观看节目精彩短视频，随时随刻精彩一下。上微博搜索话题词奇葩说参与互动，一起线上开杠。上微博搜索话题词奇葩大市场，上传你的精彩视频，有机会在节目中看到自己哦。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上知乎搜奇葩说参与辩题讨论，和知乎答主一起唇枪舌战。百度搜索奇葩说，观看更多精彩内容。来新浪新闻客户端，妙言妙语杠上开花，界面新闻提供知识与价值给每一个为了美好生活奋斗的人。荔枝新闻伴你一起看奇葩的世界。下载 Zark 新闻客户端，看最新最快的娱乐资讯。新闻有态度，知识有门路，看知识视频就来网易新闻。上一点资讯 APP 看品质内容，享价值阅读，追节目动态，看新闻上封面。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封面新闻。上虎扑搜索奇葩说和千万 GRS 一起碰撞观点吧。今天进行1v1砍半赛，48位选手，24个辩题，1v1进行 PK。陈明，马老师，哎，如今要选陈明。颜如晶挑战陈明，为什么如今 why？ 我就想打一下陈明，上次第5季1票之差输了。我知道每个人都很爱自己的孩子，哇哦，我的金句完全没说，留着吧。你们未来漫长的人生当中，有无数个一捧起书就会困得午后、清晨或者傍晚，不怪你们，都怪那些童年的深夜。你们又把决赛搞到前面来了，来给他们2位投票，3、2、1。我到最后1秒都没有想摁出正方还是反方，他们太厉害了。我觉得这是我来奇葩说一直在等的东西，谢谢。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看奇葩投大屏，电视果投屏才带劲，投屏就用电视果。明星玩家已就位，等你一起来 play。看明星玩家玩明星同款，打开爱奇艺泡泡 APP， 参与更多讨论，和喜欢的选手边看边聊。我虽然说不过你，但我要给你好看。爱奇艺奇遇 VR 4K 剧目超高清体验，奇葩没看够，关注公众号东七门，解锁最全番外。奇葩说不停，关注表达学院公众号，领取 BBking 表达课。新华网客户端引领品质阅读，网易文创泛娱乐情感视频头部 IP， 传递情绪共鸣，分享人生另一面。了解更多，请搜索谈心社，订阅33星球微信公众号，直达你的快乐星球。使用百度输入法 AI 助聊，助你妙语连珠，表达更轻松，秒变 BBking。上全民小视频搜奇葩说，会说你就多说点，专属年轻人的社交 APP。上映课遇见美好的他，女生都爱关注的公众号。看澎湃新闻，做有深度的人。Vista 看天下，年轻人认知世界第一站。关注微博主创很淘气，刀姐淘妹带你逼问娱乐圈。感谢独家媒体社交平台微博，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综艺、微博台网、微博直播、新浪娱乐、知乎剧综。感谢特别合作媒体爱奇艺综艺、爱奇艺 VIP、奇异果 TV、爱奇艺随客、爱奇艺海外站、爱奇艺娱乐、莫比斯工作室、爱奇艺泡泡、爱奇艺奇遇 VR、爱奇艺电视果、手机百度界面新闻、Zark 虎扑、网易新闻、一点资讯、封面新闻、荔枝新闻、新华网、新青年、国视直通车、新闻歌、樊登读书、凤凰新闻、看理想、透明传媒、13 media、星期8 media、可可西里的酒馆、白日做梦、醒妈来了、潮人路妈喵妈、育儿说、亚妈的分享日记、潮妈某某、碰小仙联盟、观众网、欧沃的超级星饭团、爱特豆、咪咕阅读、亲宝宝、默默、中华万年历、WiFi 万能钥匙、173直播、讯飞输入法360智慧生活、微饭 APP、映客 BOE 移动健康 APP、备胎厨房 APP、一只鱼小鱼知图 APP、模范生花视频 APP、眼课成果娱乐星半想见你至于引力资讯、充满黑鱼克拉克拉鸡毛咸鸭蛋生活豆豆虫 APP、快乐粉丝会、茄子悬赏、茄子日报、有道词典、百合网、世纪佳缘、耿相顺。